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和杨紫已经变成了90后的最高点，杨紫2次夺数，一袭蓝裙变身真奇葩。临近年末，大量的服务或荣誉途径的场合开始积累，特别是一些重要场合，引起了网友们的大量关注。至于 Ruler 和 Sovereign 唱片，这不仅需要工匠明星的影响力，还要看出今年大家对这位工匠的喜爱程度。在今年微博之夜即将结束之际，权威的争霸王者名单正式发布，被杨紫和肖战收购。尽管杨紫的影视作品在2022年很少被传播，但过去的典范作品已经奠定了她的影视地位。现在的杨紫神态大变，气质和装扮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尽管2022年杨紫不会再有新的尝试与大家见面，但回想杨紫的过往作品并不累人，每部作品中的人物都对大家深刻，模范而不失，演技能力也是大家都清楚的。尤其是看到杨紫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她决定扎起一个高高的丸子头，鬓角蓬乱的长发衬托出俏皮和妩媚，尤其是笑起来甜到引爆啊！选择一件暗色镶边露肩连衣裙，暗淡的品种本身散发出宁静、有限和可敬的气息，小露肩勾勒出她脆弱而美妙的锁骨，可以给她一个学术和尊贵的环境。装饰配置为整个造型增添了更多的风格元素。地板清洁裙具有主权风格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小猴子也算是90年代带入世间的艺人，流量和演技兼具。其中之一，肖战还赢得了统治者。尽管肖战对2022年有些不确定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话题度和影响力，他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一流人物。参加常规着装课程的肖战同样变身理想男，内搭一件白衬衫，外搭一件深色西装外套，打着一条长长的领带，给人一种圆滑、稳重、有礼貌的精致风格。如果高反差的色调可以让整个造型看起来很基本，又能很好的勾勒出优秀的风格，那么在人形前用一根绚丽的体针轻薄，为整个造型增添了更多的精致和华丽。类似的设计元素可以打破黑暗带来的沉闷倾向，赋予它更完美无瑕的尊贵品质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名单上的杨紫和肖战都是他们的资产。尽管他们的新剧目前还没有传出，但之前传来的神秘照片或预告片已经让大家期待了。尤其是之前曝光的路透社照片，让无数网友称他们是理想的一对。两人在屋顶上对着镜头，剪刀手的对比也是非常的有魅力，尤其是杨紫的小嘴巴里满是傻气。两人的近距离合影同样让大家纷纷表示他们太般配了。他们越来越期待电视剧的播出，这将是一部轰动一时的影视作品。镜头下的两个人也太有魅力了，是偶像剧的常态，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电视剧能早点策划。02沉香如碎块，杨紫诚意得到了数不清的认可手势，许开宇习惯性的抱怨暗红出圈，引发热议。著名的古人奇幻沉香如碎花自开播以来就在各种评比中名列前茅。北京的小姐姐杨紫让整个节目名声在外，无人问津。再一次，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，她都取得了不凡的进步，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她的理解。然而，考虑到所有因素，仍有许多展示账户。为了获得节目的流行度，他们刻意讲究，并不是说剧情陈词滥调，也不是说艺人的演技拉屁股。很容易找到一些影视圈高手的登录页面，他们的业务就是抱怨内娱的各种电视节目，他们特别选择了如此精心制作的《我是一线艺人》，说白了就是给网友挖坑，其实是在炫耀。显然，这部《沉香木》无疑有很多不完美之处，比如情节中的逃逸条款，但它通常并没有像展示座右铭所描绘的那样被歪曲。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，杨紫和程毅的精湛演技，很多时候在热搜上，就连一贯严肃的权威媒体也给予了5星级的好评。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逃离圈子，大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杨紫和她的粉丝。无论如何，以优酷延迟的情况来看，沉香残篇的口头交流肯定与不久前的相提并论。苍兰诀大结局即将落下帷幕。
我从没想过这部剧的反派会被剧迷们嘲笑。于是，无数人对杨紫明怒不可遏。明明杨紫是剧中的女强人，而饰演反派精灵英兰的徐凯却疯了。甚至有人认为，沉香如废材就直接改名为应灯传，绝非歪曲。众人这么说的理由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其实有很多节目播出前对许开宇的负面评价。比如引资入团，在戏外与厂商合作，绯闻不断；戏内则从头到尾实施骚操作，踩着杨紫和孟子怡，不断刷他们的存在。现在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抢场了，但是在抢台词上，甚至在化妆方面，都比严丹通过杨紫和窒息通过孟子怡高出数英里。按理说，剧中的神灯是最有效的配角，现在连主角团都没有了，但效果却比女二更夸张。一系列反习惯操作就更让人讨厌了。如果不是杨紫在圈内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，这个展示可能会因为她一个人而改变过去的人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最近搜索中通过徐凯修表演的英兰仙子做了什么被目标市场骂了？仔细观察该剧的目标市场，需要观察到一个问题：孟子义饰演的二之喜女，看完全剧后穿了一些单位的服饰，但仙女是配角，但也有可能是单集，交替3到4套服装或者更多，每一个造型都是一个特定的外观。不过跟孟子和杨紫比起来，徐凯熙的长相实在是太鸡肋了。他变成了天生的恶棍脸，即使他一句话不说，也会给目标市场一种彻头彻尾的可怕感觉。如果从原则创新剧组的态度来研究，选角肯定是太成功了。璎珞仙子根本不想上演，以她独特的外表，她是一个住在那里的恶棍。还有网友爆料称，徐凯熙头上的流苏装饰需要戴在杨紫头上，而全剧专业人士则介绍了化妆照。乍一看，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许开宇和杨紫都是女主。如果不是剧情强大，男女主演技过人，狂热分子恐怕会被徐凯熙的淫荡劝阻。最能靠别人养的可怜，然而在电视剧集里，萤火虫却莫名的拥有了主人公的隐秘气息。只要有他的照片，不同的角色就可以归结为历史版。话虽如此，我承认很多观众可能对许开宇作为演员感到好奇，但不禁要问，他的力量真的像狂热分子所说的那样强大吗？翻开简历，发现许开宇的每一部影视作品都达到了最有效的15个，这次改成考虑和诚意合作。之前他在郁君松上集体劳作，但是电视剧集已经成名了，现在也不再出圈了。在所有的顾问作品中，一寸相思的青春行的评分达到了7.9分，几乎没有相反的作品超过及格线。一些作品现在甚至不再通过目标市场可见。他于2013年出道，在这家休闲企业工作了9年，他仍然在3线阵容之内。如果你将他的整体表现整合到展示中，并不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一直火不起来。这一次，由于沉香中的黑粉仙女让人感觉格外讽刺。其他人因她的表演能力而闻名，但她以各种表演为基础。事实证明，现在出名可能是有目的的。是的，现在倒霉的不再只是杨紫，还有男主通过诚意演的。转世的唐周为了捉妖，想要假扮新娘准备成亲，痴情的唐周秒变仙女穿女装。可爱的长相当然让不少观众捧腹大笑，但也有不少网友忍不住感叹，诚意变得太敬业了。明明他最能干的是一份薪水，却要驾驭3个角色，亦因男主而感到幻灭，觉得自己无法操纵角色。好在诚意不负众望，演了应远、唐周、玄烨这3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。作为一部历史木偶童话，男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诚意，而女主则选择了诚意。主角变成了悬疑剧子，就是说杨紫换了队长的位置来参加这部剧，给了主创剧组足够的面子。但是杨紫答应了，现在狂热分子也不再买了，现在遇到了一致抵制。现在已经不是狂热分子不帮杨紫了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杨紫已经拍过香蜜，现在拍同类型的剧集都尴尬了。不过没人知道这部电影会不会被所有人拒绝。乐观的沉香如碎屑一改上线后，就在各路直播间稳稳夺冠，并称霸猫眼上市。凭借诚意和杨紫教科书般的表演能力，他走向了海外，在海外一路走红。
无形中狠狠地扇了整个目标市场的耳光。沉香式的碎屑是怎么做到口耳相传的？有网友表示，看完隔壁的苍兰诀才能 get 到这部剧的优点。不难发现，超过80%以上的网友不看好这部剧，主要原因是觉得它的剧情太老套，再加上配角的戏份过多，以及徐凯宁的操作，导致很多剧粉都很不爽。但在后续的剧情内容中，杨紫饰演的严旦跟程毅饰演的应渊、唐周，带给了屏幕前观众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不仅颜值在线，打斗戏也都十分出彩。相较于苍兰诀的全特效打斗，该剧真实的武打动作明显更胜一筹。起码每个动作都是由程毅本人来完成的，没有借助任何特效方面的加持。其次就是程毅的吐血戏份，每次看到他吐血，观众都会忍不住在弹幕中直呼心疼，这点恰恰说明程毅确实演活了该角色。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，就是贴合现实，回归人物本身。杨紫的演技就更不用多说了，把原著中的严旦塑造得相当到位，活泼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。前半段有多甜，后半段就有多虐。反观苍兰诀，女主从头到尾都是配音，怎么看都很出戏，不止一次出现了嘴型与台词对不上的情况。所以事实证明，除了配角徐凯宁以外，这部《沉香如屑》才是真正意义上古偶爆款剧，没有之一。剧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小细节，值得我们反复回味。不知道大家都对该剧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欢迎收藏、转发、点赞，一键3连。03上线50天，40次登顶热度，日观沉香惊喜结局抚慰意难平。由杨紫、程毅领衔主演的网剧《沉香如屑》，沉香重华于9月7日晚 VIP 正式收官。据灯塔专业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当日，该剧上线播出50天，灯塔累计全网剧集正片播放指数超110万，位列2022网剧正片播放表现第一，单日正片播放市占率最高达29.10%，40次登上灯塔舆情热度网剧排行日观。此外，微博话题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累计阅读次数171.3亿，累计讨论次数4777.9万。本次收官一共放送了2个版本的结局。正版第59集结局让观众意难平，严旦杨紫是与应渊程毅是为守护3界，相互奔赴，共同牺牲。而在惊喜中，天地重新复活执掌3界，2人共同回到沉香炉中修炼，经过100余年修养，终于重生。沉香夫妇回到凡间，过上了幸福平淡的生活，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取名狗蛋。惊喜结局中，不仅沉香夫妇有了美好的结局，其他角色也收获了各自的幸福。双版结局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要求，也算给他们了一个圆满的交代。昨晚，主演们也纷纷在微博发文与所饰角色告别。杨紫表示，严旦的故事告一段落啦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。3界4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小花妖，持续出没中。程毅则感谢了沉香剧组所有的小伙伴们和屏幕前的观众们，表示再见了，期待下一次重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剧中饰演于墨的张睿晒出了一封手写信，他在文中阐述了于墨侠气凛然、胸怀大义的一生，将观众再次带回到那个奇幻的仙侠世界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